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和程毅的 CP 能否让人忘掉与司凤和紧密？最近的娱乐圈对比之前遍地是孩子的景象，可以用风平浪静这4个字来形容。虽然有2个男艺人被嫂子出来重锤，但是因为这2位男艺人实在不怎么有名，所以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。不过除了这些负面绯闻外，最热闹的当属沉香如屑的女主选角了。磨磨唧唧了20多天，才终于在22月2日的晚上尘埃落定。至于具体事情况如何，容小编细细道来。沉香如屑是老牌影视公司欢瑞今年最为重要的影视项目，题材也是当下市场上最火热的仙侠。因为投资巨大，班底也是高手如云，所以该项目的评级被定为 S+。要知道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国内的影视剧行业并没有前几年那样景气了，所以 S+ 这样的项目一年也开不了几个。因此像沉香如屑这样的剧集理应是香饽饽才对，可是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些什么，让女主角的选择如此一波三折。早在2025年末的时候，就有传言说沉香如屑的男女主分别由程毅和景甜饰演，可是就在将要开机的前2天，突然起了变故。本来定在2月22日举办沉香如屑开机仪式，可结果却变成了男主角程毅的定妆直播。女主角不但没有出现，连是谁都成了一个大写的问号。从2月22日开始，沉香如屑好像就从仙侠剧变成了悬疑剧，女主角是谁成了最大的疑团。而没过几天，就传出了欢瑞旗下一姐杨紫将要出演沉香如屑女主角的消息。按理来说，这样大的项目落到谁身上，谁的粉丝在都会觉得开心。可杨紫的粉丝却不走寻常路，开始纷纷抵制起杨紫出演该剧，并且暂停了粉丝职能组的相关工作，以示决心。虽然看着有些不合常理，但是却有迹可循。杨紫是欢瑞旗下的艺人，可是因为欢瑞只擅长做剧，对于艺人的营销、商务之类的并不怎么上心。再加上杨紫真正意义上的大火是从香蜜沉沉烬如霜和亲爱的、热爱的开始，而比较尴尬的是，这2部剧集都不是欢瑞的，而杨紫出演的欢瑞项目大多都不温不火，以至于杨紫粉丝对于欢瑞的不满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所以杨紫粉丝并不希望，甚至于反感杨紫去演这部剧。可惜的是，粉丝的声音向来微弱，杨紫也一直是个有主见的人，所以她还是演了。曾经是童星的杨紫，因为家有儿女被大家所熟知，所以她的国民度不是一般的艺人可以比拟的。杨紫自签约欢瑞后，就开始一点点地摘掉自己身上的童星标签，相继出演了不少古偶剧，比如《青云志》《龙珠传说》等。更是在和秦俊杰的恋爱中，让不少观众都意识到了一件事，那个曾经还是孩子的小雪已经长大了。虽然这段恋情并不圆满，但是也确实让杨紫的戏路更加宽广了。不过虽然杨紫的知名度很高，可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火过，直到2025年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播出，才让杨紫正式跻身女流量的行列之中。不光如此，继香蜜沉沉烬如霜之后，由她主演的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也火爆非常。如此一来，杨紫的地位可以说变得比较稳固了。而和她搭档的邓伦、罗云熙和李现也都火了起来。可是她后面出演的几部剧，就好像缺了些运气。和吴亦凡合作《青簪行》，俊男美女一起演戏本来是件美事，却因为两方对番位不满，而导致粉丝之间频繁起冲突，动静之大，甚至惊动了官方，被点名批评。
而和肖战合作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更是一波三折。本来当时的肖战作为人气和口碑都纷纷爆表的人气顶流，甚至刚刚拍完就传出要加紧制作后期，希望尽快播出的消息。可惜的是，还未等剧集播出，肖战因为227事件被众人抵制，影响力一落千丈。曾经炙手可热的余生，突然间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。风波虽然平息，但是痕迹尚在，所以这两部剧何时播出还尚且是个未知数。作为演员来说，这着实不是件好事情。不过抛下这两部作品不谈的话，杨紫还有一部被寄予厚望的作品，那就是《女心理师》。因为题材的原因，如果播出效果好的话，那么有可能成为杨紫的转型之作。自香蜜沉沉烬如霜之后，杨紫在影视剧的资源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不错。虽然《青簪行》和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播出时间还尚未确定，不过想来只要播出，就会掀起不小的热度。女心理师作为杨紫的转型之作，也是备受期待。而接下来要拍的《沉香如屑》虽然不被杨紫粉丝看好，但也是不常见的大制作。单看班底，大概率也是爆款剧预定。尽管如此，却也有着些许隐忧。一是《沉香如屑》原著有抄袭争议，而内容又略有一些狗血傻白甜，改编后的剧情能否让观众满意尚无定数。二是两个主演的 CP 能否让观众磕到并且感觉很甜，让人选择性忘掉此前较为经典的雨丝凤和锦觅两个角色，这一点绝非易事，除非两人能在演技方面比之前有更大突破。杨紫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喜欢仙侠剧，那么拍摄《沉香如屑》也算得偿所愿吧。小编是十分看好杨紫未来的发展，童星出道的她在娱乐圈打拼多年，出演几十部影视剧，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。想来只要是不出什么大差错，一直稳扎稳打下去，说不定未来就是视后和影后的预备军。这个姑娘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希望她能够走得更加长远。那么，你看好杨紫主演《沉香如屑》吗？